在前2集，我们聊到了半导体对日常生活有多重要，以及它精密的制作流程。但说起来，台湾到底是怎么从低科技的加工出口小岛，晋升成尖端半导体界的资优生的呢？让我们开始吧。1960年代，台湾在美元的帮助下，从农业转型成了加工出口业。虽然经济有了成长，但出售便宜劳力却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持续发展，台湾不断地派人到美国取经，最后决定也要来发展最尖端的科技——半导体。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富裕，民间不但没有网络，连家用电话都不普及，什么科技新知啊，可能都要过了好几年才能知道一点点。多数的人也都只有小学毕业，大学啊更没有什么半导体相关科系，没钱、没技术又没人才。国内外的专家都摇头说 no， 除了热血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潘文渊。潘文渊来自江苏，26岁获公费补助到美国攻读博士，成为了发表过100篇科技论文、获得30项美国专利以及200项国际专利的好厉害科学家。某天，他的大学同学兼行政院美元运用委员会顾问费华问他能不能够来台湾帮忙发展科技。一直想回报政府栽培之心的潘文渊，就这样开启了他的跨国志工人生。从1966年开始，潘文渊就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将科技新知传授给台湾的工程师。政府也在这6年间，逐步完成了电力、通讯等现代基础工程，推动9年国民教育，以及筹设专门研究科技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虽然一切都在进步，但距离发展半导体却还远远不够。然而，这时也发生了不得不做决定的大事。1973年，中东战乱引发了石油危机，全球的经济大受打击，仰赖外国资源的台湾更是惨兮兮。为了拯救经济，政府打算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发展交通、重工业还有能源等10大建设。等一下，那这样不就没钱发展半导体了吗？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说好的尖端科技呢？支持发展者们边吃早餐边严肃地开会讨论对策。最后，经济部长孙运璇拍板决定：我来筹钱，没准备好也给他拼了！自己人不够就找人来帮忙。身为发展小队长的潘文渊，动用了毕生的人脉，组成前后累积超过上百人的美洲技术顾问团 TAC， 拟定严谨的发展策略，号召志工伙伴给予台湾技术与人脉上的支持。他甚至不惜放弃优渥的全额退休金，还有安稳的晚年生活，提前办理退休，好全心协助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此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电机学位的3位年轻博士史清泰、张清居还有杨丁元，从报纸上得知加工小岛台湾要发展尖端半导体。这么历史性的一刻，怎么能不插一脚？于是3人也放弃高薪工作，咻的飞回台湾热血参战。但热血就能创造奇迹吗？未来还会遇到哪些千奇百怪的困境呢？我们就下集揭晓喽，拜拜。